哎呦，哈哈哈！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22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还有1天，我就完成了我现在右手上带的设备的测试。今天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这周跑团合练的日子是按说是我的休息日，还没想好怎么安排，因为伤病刚刚基本康复。不过明天我们还是回评论，明天是第4天。昨天的伦敦马拉松，贝克勒跑出了2个小时04分14秒还是15秒，我要回去再确认一下。而且他到最后怎么说呢？有的人天生就是要争第1名的，他没争到第1名的时候，最后还略微减速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年纪了，总说，比方说跑者不老，跑者不老，那说的是我们普通人。其实普通人也有老那一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觉得啊，一方面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的机能肯定是下降的，最关键的是无法再维持高质量的训练了。我特别有体会，刚才说伤病刚好，有新关注的小伙伴大概不知道，我从3月初右脚踝内侧受伤，到现在才基本没有感觉。这2个月，3月跑了380公里，这个月如果按照前半个月看，也只有300多公里，对我来说就很少了，维持不了我的竞技状态。那一个伤影响了6周，这在你要是22岁的小伙子，根本不敢想象，对不对？那睡一觉就好了，而且其实也不会受伤，或者说没有那么容易受伤。贝克勒不也是吗？那几年一直是退赛、伤病、训练停止，然后体重增加，这些都是伴随着他的各种事情。反观，其实基普乔格是很幸运的，但是人家背后付出的努力谁也不知道。周六中午见的那位大佬说了句特别对的话，就是他对产品的思考，产品对普通人的思考。就像我总说，我觉得大多数人是追随不了一个固定的课表的，因为那样的话课表会操纵你的生活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课表，我只有大概，因为那种生活是给专业运动员的。他的原话说的特别好，说谁都想成为吉普乔格，但是没有人愿意过吉普乔格过的生活。把吉普乔格这名字换成任何一个专业运动员，任何一个项目，体育项目都一样。为什么聊这个呢？就通过我这1个多月，因为我从2019年到现在几乎没有受过伤病的困扰。当然这一方面是运气好，一方面呢是可能练的还不够狠。伤病是常态，但是这一次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打击，或者不叫打击吧，震撼，就是跑量很关键。因为我现在才跑了不到10公里吧，我没法看，就已经觉得挺累了，而且起来的时候就觉得累。但是我今天刚第3天，前2天只跑了42公里，43公里。但是3个月前我还能跑600公里1个月，都不觉得很累。所以在这2种不同的身体条件下，
你去跑马拉松比赛，那成绩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而这种改变只会体现在长距离比赛上。你说你像我现在跑一个5公里、10公里，甚至半马，可能都和受伤之前，就是减跑量之前，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成绩区别的。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啊，又举不动相机了。昨天这边本地也有一些比赛，大河源先生前天出差回来，从中国出差回来，然后昨天去跑全马。昨天我跟家属猜，我说跑多少，我猜的特别准，小伙伴们也可以猜一猜。他出差这一周可是吃的不错，看得我也想吃。而且出差肯定是比在家累得多的，你就再舒适，哪儿也不如家里。我哥跑了2小时57分57秒，哎，厉害呀！而且还不是在大阪，就是他回来以后又去了别的地儿。马上就60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普通跑者永远不老呢？就是你可能不能摸自己的天花板了，或者天花板越来越低，但是呢，总会跑得不差，对吧？唯一的问题就是得有跑量，就是你说跑抑扬顿挫的那种课表，今天长明天短，后天快大后天慢，这种有没有用呢？我不能说没有用，但是我只能说呢，任何事情都是先从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先从跑量做起来，对吧？我在5月1号之前这几天的目标就是得把体力恢复，然后开始下训。现在这个状态我不满意，而且现在这状态特别像什么时候呢？特别像2023年去跑波士顿的时候，那时候确实是受了焦虑情绪的影响，再加上刚到这边2个月很忙，也是跑量下降，从3月份400公里到之后300多公里之后去参赛，导致什么呢？那导致波士顿跑崩了。我觉得寒冷和下雨不是我跑崩的原因，跑崩的唯一原因就是训练量下降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的。为什么跟小伙伴们说想破3，月跑量最好在320以上，跑个1、2年，顺其自然就破3了。因为你加跑量以后，就像我伤开始恢复，我恢复到原来的训练节奏。但是呢，并不是说你跑个8天、10天的大长距离，你就能找回那个体力，不能的。怎么着得半个多月，甚至1个月。积攒跑量也是，我觉得如果您不是初跑者了，比方说您跑了2、3年，但是都是很随意的跑，那你把跑量加上来，有1年就能有大突破。如果您是初跑者，能加到这个跑量的话，可能要2年才能有大突破。破3就是4分16的平均配速，跑42公里，对吧？在这个强度下，300多公里1个月就够了。如果您想冲击2小时52，就是4分配速，那我觉得就得400公里以上了，除非是有天赋或者有运动基础的人。像我现在冲击的这个成绩，说实话，按我的能力和我的条件、身体条件，500公里也不一定能达到。但是冬训那个第1个月580，第2个月600，跑了3个月，
我挺有信心的。我觉得再给我1年，一个夏训一个冬训，或者说就一个夏训吧，也许有机会。看看今年的神户马拉松能不能中签，如果能中签呢，会把神户马拉松当成目标赛事。因为就算回去跑北京，其实就跟原来在国内出国参赛一样，也有舟车的劳顿。昨天有小伙伴说，听了我说海外报名神户马拉松不抽签，先到先得就报了，特开心。然后问我说：“你干嘛还抽签呢？”因为我也是可以作为海外报名的，我只不过在这儿住而已。但是呢，我说我的人生呢，就是要解锁各种不一样的体验，不光是在别的地方生活，或者在别的地方，你看像认识本地人，或者说怎么样。然后加入日本，就是注册到日本的陆联，用陆联报名的话，就必须要抽签。他每年度给你一个专属的参赛号码，就是你都是那个号，还有会费呢。就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啊，因为陆联报名前后都有号码布，就跟专业的似的。后边有号码布对普通人来说，除了有点仪式感以外，还有一个好处，我发现他们这儿的比赛因为有陆联这件事儿。不，咱们先停一下，看看这些老法师们这是拍什么呢？能看见吗？前面，哇塞！可能是有鸟在那棵树上筑巢，不知道。背后号码布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这儿有这么一个逻辑，这么一个机制。大家看我跑大阪或者大阪的全马或者半马，好多后边有号码布的，对吧？导致呢，他们的摄影师也会有专门拍背影的。我还几乎没有背影的照片呢，因为他拍了也识别不到你是谁嘛，对吧？我是在大阪全马的时候发现的。你这就又解锁了不一样的体验，原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。平田先生，平田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昨天那个100公里，一开始碰见那3位我们跑团的小伙伴，参加的是70公里组别，可能是下午3点多完赛的。看来那比赛还挺有意思。如果明年还有机会，我就来一次。可能有点跑题，就说跑量这事儿，您就相信我，300、400、500，3个阶段，3种成绩，这个特别神奇，对绝大多数普通人都适用。否则你就会觉得特别吃力，在冲击成绩的时候。ごめんなさい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对，您可以屏幕前的各位可以试试看，这一下子不可能就能从100加到300，但是总要做起来。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开始。田中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田中先生受伤了，右腿、大腿，可能是拉伤或者是损伤。这得开始，不开始就不会有结果。几年前看《三体》，怎么说？前进，前进，不择手段的前进。不用那么激进，但是呢，拥抱变化。有的小伙伴说，我就想健康跑，每天开心锻炼。但是其实您要试一试，冲击一下的话，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。就像我也想说，过2年我也试试您那种感觉，对吧？
互相的嘛。高走上，你好，哎呦，哈哈哈！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后藤先生性格特别的好，行吧。周一的早晨，大阪城人就稍微少一些，咱们训练之后再聊啊。哎，4月22号星期一清晨6点58，训练结束，跑了17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58，心率140，还行。就刚开始跑的时候是觉得哎呀累，跑完其实也觉得累，再调整1周吧，再调整1个周期或者2个周期，到5月1号我开始下训，差不多这边天气也热起来了。刚才干嘛了呢？刚才路过麦当劳，哎，买了一个汉堡，就是这边柯南现在是新的剧场版，所以他们也推出了一个联名款，就是那上面那一层面包有一个犄角，啊，北方说犄角啊，就长了个角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好像迎合那个小兰那个发型。油淋鸡的汉堡，油淋鸡是这边的，日式的中华料理的其中一种吧，就像什么天津饭呀什么的都是这一类。510日元，现在的汇率多少钱？25块钱，有可能都不到了，单品。没想到他早餐也卖，就是这汉堡全天都卖，4月17号开始卖，可以尝尝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跑量，聊聊40多岁的贝克勒跑了204的成绩，但是其实实话实说，也就这样了，就是总有新人换旧人，是不是？看看今年的奥运会，今年的奥运会，基普乔格肯定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了，看看能跑成什么样。但是新人也有很多呀，你看昨天上海的半马，之前在大阪夺冠的那位那么年轻的小孩，一看小孩呢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国内的选手们也有很不错的成绩，就昨天伦敦的女子啊，前4名都打破了之前的纯女子马拉松的记录。纯女子马拉松记录就是女子先跑，就不会有男运动员能带全程了。先跑了35分钟就保证追不上来，有的比赛是这样的，有的比赛是一起出发的，一起出发那种破了记录就是另外一个结算方式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先是祝昨天都跑了比赛的小伙伴们，不管是成功达到了目标，还是我看有小伙伴说跑崩，还是怎么样，都度过了开心的一天。这种时光，人的一生不会有多少次的。都给各位加油，恭喜！然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咱们回评论好吗？咱们明儿见。